看到杨奶爸和冰冰亲如父女的相处，才发现他把滚滚都宠成了自家孩子。这天，冰冰耍起来公主脾气，不肯回家。奶爸见状，去闺女身边安抚，宠溺地摸完熊孩子的脑门和鼻头后，又拉起来对方的小手想往家走。只可惜恃宠而骄的冰冰不是好哄的，宝贝坐在原地愣是一动不动，还用满是爱意的星星眼看向奶爸，内心 OS 我要老爹抱着本公主回家。可老杨哪抱得动200斤的大胖闺女，只能摇晃一下毛孩子的小手，示意倒地上碰瓷的闺女抓紧时间跟上。知道的饲养员喊熊猫回家吃饭，不知道时还以为老父亲送人类幼崽上学呢。要知道冰冰有一段坎坷的童年时光，从小跟着干妈生活的她，总是抢不上奶喝，导致越来越瘦。幸运的是，宝贝几经周折来到杨奶爸身边，父女俩经常背靠背坐在一起，冰冰只是抱着他的小腿撒娇，奶爸就立马拿出窝窝头投喂到对方嘴边。当闺女靠在石头宝座上干饭时，老杨也能毫不顾忌地趴在冰冰肚子上，听听毛孩子心跳的声音。正因为加倍宠爱，才换来了绝对信任。而冰冰一母同胞的亲哥哥亲亲，也就是蔓越莓，是他一手养大的孩子。一人一熊的相处模式同样亲密，老杨会不顾危险亲自爬上木架，只是为了向好大儿示范教学。他还手把手拉着蔓越莓走路，等到熊孩子学累了，奶爸就咬咬牙背着对方回家休息。调皮的青青一言不合就拆家，奶爸一觉醒来看到外场一片狼藉后，他非但不生气，还给孩子检查手掌，生怕倒霉孩子玩得太疯弄伤自己。父子俩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中亲密。老杨只是给蔓越莓检查牙齿，这小子就突然送上来一个亲亲，奶爸立马宠溺的靠近回应好大儿。可惜的是，宝贝长大后成为种工，只能离开奶爸去其他繁育园造娃。杨奶爸却无时无刻都在挂念着对方，他接受采访也要称蔓越莓是自家孩子。一个小孩。虽然冰冰亲亲这对双胞胎是杨奶爸打心底里偏爱的毛孩子，但他对其他滚滚们的爱意也是至多不少。盼盼熊到晚年还一度患上老年病，所幸的是在最后的时光有奶爸的陪伴。老杨虽不是盼盼的亲奶爸，却每天都去养老区陪对方唠嗑。还有旅居日本的大熊猫蛋蛋，因身体原因推迟回国，也是杨奶爸远赴异乡亲自照顾孩子，竭尽全力陪对方走到熊生的尽头。杨奶爸代表了大多数国内饲养员，他们低调不善于表达，但对滚滚们的爱意都是同样的。盘点熊猫界那些暴脾气的大熊猫，看看你能打赢哪一只。第一位秦岭小霸王胡子，都说秦岭乱不乱全靠虎哥说了算。作为一只一掌拍碎豺狼脊梁骨，追着金钱豹邦邦锤的野猫，胡子绝对是熊界、猫界、熊猫界最记仇的暴脾气。当初年少不懂事的他在老番的领地上做了标记，结果被对方痛揍一顿后落荒而逃。怀恨在心的胡子每天暴揍金钱豹，练习18般武艺。1年后以绝对优势把老番揍到被送去了救助站。之后胡子不小心踩到野兽家，还被整个豺狼群围攻，身负重伤，奄奄一息之际得到两脚兽救助。放荡不羁爱自由的虎子在动物园关了5年才被放出来。重获自由的他恰巧遇到一群豺狼群，新仇旧恨一起算，胡子冲上去一掌拍碎了头狼的脊梁骨，其他豺狼也被他打得凄惨无比，落荒而逃。第二位地主家傻儿子七仔，染着骚气的小黄毛一看就不好惹，加上背靠2位金主爸爸，更让七仔在整个熊猫界为非作歹，就连自己的老丈人阿宝都不放过，直接送了对方一只扳手耳朵。但女婿报答老丈人，这是说出去自己终究不占。于是影帝七仔眼珠子滴溜溜一转，800个心眼子藏也藏不住，转头就在乐乐面前演戏，表示阿宝是装的，一整个就是杀熊又诛心。第三位西直门二太子萌二，别看这小子长相呆萌可爱，性格古灵精怪，实际上战斗力能碾压5个萌兰。当初北洞停电，熊猫馆自动门乱开，萌二溜达时刚好遇到正悠闲干饭的古大爷，二话不说直接冲上去按住对方一顿暴捶，没搞清状况的古大爷被打得嗷嗷叫，好不凄惨。第4位北洞战神兼保安队长谷谷，全网唯一一只拿过4杀的大熊猫。当年有位喝了假酒的醉汉非要和谷谷切磋武艺，结果还不讲武德，一口咬伤古大爷的右腿。随后愤怒的谷谷以牙还牙，便废了男子的双腿。之后古大爷又碰到几个自己送上门的两脚兽，便毫不客气地咬废了几人的双腿。可见当初醉汉对古大爷造成的心理阴影有多严重。第5位萌妹代表飞鱼，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300枚金，长相甜美可爱，人畜无害，性格却好似母夜叉。飞云生平3大爱好就是吃饭睡觉揍金，别人看到他都是萌妹萌妹的叫，唯有大胡子惊慌失措的喊门卫门卫，甚至一听到对方的名字就会吓得屁滚尿流。第6位八里台二姑奶奶喜，一听这外号就知道绝对不是好惹的熊，顶着30多度，穿着一身貂在室外卖力整活，卑微的奶爸就差给他跪下都不肯回去，自己调皮撞到苹果树，却嫌对方挡他路，拳打脚踢一番还不算完，大半夜越想越气，直接跑去把小树拔了，可见是个绝不会让自己吃亏的主。网友们还知道哪些暴脾气大熊猫呢？种瓜得瓜，种乐宝得福宝。敦邦妮和他的便宜老爹究竟有多闲？这天江爷爷去看望宝贝孙女有木，按时吃饭，只见福宝乖巧地坐在门前等爷爷，可爱的模样让江爷爷忍不住感叹一声好
只是下一秒田妹福就抬起后腿挠痒痒，这姿势越看越像他那便宜老爹乐宝。随后敦邦尼跑到墙角开启新一天的竹子直播，还不忘看向摄影师江爷爷提醒他准备好。只见敦邦尼吧唧吧唧吃着薅下来的竹叶，全身心都沉浸在竹子的美味中，只是这吃东西的样子竟也和老爹乐宝相似。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女，遗传是骗不了人的。福宝从小就展现了跟便宜老爹的相似之处，父女俩都喜欢爬上栏杆好奇张望新世界，两只小团子的背影简直像了个14小时，甚至就连长大了也不例外，并且父女俩也都在树上卡过头。不过被吓出狗叫的敦邦尼，在宋爷爷的帮助下才成功挣脱，而倒挂在树上的乐宝丝毫没有慌张，身体一个旋转就顺利自我解脱。原来乐宝打小就是个情绪稳定的乐天派。此外，福宝和乐宝吃东西塞牙后，都先龇牙咧嘴的用舌头试探一番，然后再不顾形象用毛拳头指掏。猛男乐宝还在爱豆遍地的韩国学会了跳，而在这出生的福宝自然比老爹更省事。就算是在洗澡，也会给姨们跳个狗狗摇摆舞。如此可爱的敦邦尼，难怪会成为韩国顶流大明星。除了行为动作和便宜老爹同步外，福宝的外貌都像是跟乐宝复制粘贴。江爷爷看着福宝酷似品味女婿的大脑袋，忍不住唉声叹气。而宋爷爷在前几天的直播中也表示，福宝证件照和老爸一模一样。 노바우를 정말 쏙 빼닮았다고 하는 부분이 있는데 바로 요 주둥이 부분, 두툼한 저 부분이 푸바오가 아주 닮은 부분이에요. 근데 러바오의 정면 샷을 닮았다는 이야기를 푸바오가 좋아할지는 한번 물어봐야 될 상황이에요. 不知福宝是否能接受正脸和老爸很像这件事，但敦邦尼有个重要的地方没有遗传老爸，这也令爱女士和爷爷们头痛不已。众所周知，乐宝爱干净但不优雅，爱宝优雅但不爱干净。然而敦邦尼却完美避开了父母的优点，选择既不优雅也不爱干净。这天，江爷爷半夜去看望福宝，竟震惊发现他正吃着放着便便的竹子。 누가 이런 걸 또 먹는 거야? 엄마야. 누가 거기다 응가하는 거 아니라니까. 누가 한달 응가가 깨끗하다고는 하지만 이런 걸 못 먹으니 그렇지. 江爷爷苦口婆心跟大孙女讲道理，可福宝毫不在意的表示没关系，继续美滋滋炫沾着自己青团的竹子。如此古灵精怪又有些邋遢的福猪猪，大家爱了吗？同样是国宝大熊猫，为什么有的熊3岁了还在上幼年班，有的熊1岁就能单杀6只小鸟称霸动物园？女明星花花3岁了还在上幼儿园，不仅要弹爷爷把果果喂进嘴里，就连下班时也要撒娇让爷爷抱回去，一整个就是柔弱生活不能自理的宝宝花。可同样还在上幼儿园的瓜迪， 却已经有2年的带娃经验，因为他时不时就要敞开怀让姐姐过个奶瘾。可怜叶子小年纪就成了待宰公猫，虫洞的于爱才1岁就已经成了大姐大，小年纪身上就背负好几条鸟命，甚至牙还没长齐就开始尝试吃竹叶，立志要干翻群雄，爱姐称王。而地主家傻儿子七仔已经14岁了，却还每天抱着盆盆奶不撒手，甚至眼珠子滴溜溜乱转，思考如何再来一盆。对此 cos 待产母猫的司康元表示不服，凭什么黄毛没生崽也能喝盆盆奶？ 远在韩国的乐宝才8岁，就已经是3个孩子的爹，不仅长相英俊，还是个双开门肌肉猛男，每天努力营业给老婆孩子赚奶粉钱，一手单臂大回环上树，令无数猫粉欢呼尖叫。而8岁的萌男却还是个阳光开朗老男孩，不仅不开窍，还每天热衷于整活、拆家饭、2养小鸟、翻墙、越狱、挖地道，无所不能。不过多金帅气、北京户口、独立别院的萌男，如果想找对象的话，应该会很抢手吧？ 毕竟这条件放上海相亲角也是妥妥的金龟婿。3岁的香果妹妹不仅小时候热衷挖煤赚钱，长大后还跟春生哥哥一起当上了馆长。然而为了当对方的老大，这俩冤种兄妹俩谁也不服谁，从老家成都打到杭州，日夜不消停。如今元芳担心春生香果会误伤对方，干脆直接把这冤种兄妹分开营业，让他们各自为王去了。可同样3岁的国庆却还窝在妈妈怀里吃奶，就连饲养员看到后都忍不住嘲笑他：“国庆，你害不害羞啊？还吃奶？” 3岁了哦！只见梅青妈妈都快被闺女吸成4桶了，而国庆还不知羞的转过身继续喝，搞得梅青妈妈一脸生无可恋，心想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？不过很快奶爸奶妈就开始安排国庆戒奶，那午晚整个床围都能听到他嗷嗷的哭泣声，奶爸都忍不住调侃伤心小熊不要听慢歌。咪咪歌，衬托他的背影。 哎呀，伤心的时候不要听慢歌啦，越听越伤心啦。我们来首快歌怎么样？不过调侃归调侃，该安慰还是要安慰。奶爸便拿来鲜嫩的竹笋和竹子给他吃。于是国庆一边嚎哭一边炫完了好几堆笋笋。最终奶爸奶妈给他举办了仪式，庆祝他戒奶成功。不得不说，国宝们还真是各有各的特点。网友们还知道哪些有趣的小熊呢？